在电影里、游戏中、现实内，伴随着引擎的轰鸣，超跑总能在一瞬间抓住我们的眼球，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但什么才是超跑？它们和跑车相比又超在了哪里？从视觉角度来说非常简单，超跑那一定要是最扁、最宽、最快的。而尝试进一步搜索 Supercar 或者 Hypercar 的定义，出来的似乎都只是些不成文的规定，像纽北单圈成绩要近8分钟，在不限速的路上能以3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疾驰，至少要 V8 或 V12发动机，售价还不能低于100万美元。这些规定随着科技的进步，放到今天来说肯定已经不适用了。而要理解超跑是怎么有了扁、宽、快、贵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认知，以及它们为什么被称为超跑，我们不妨来看看法拉利的超跑发展史。在公路跑车的领域，每隔几年法拉利总会推出一款呕心沥血之作，他们集结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技术，是只为性能而打造的巅峰之作，每一款都是工业设计和机械制造的红色瑰宝，绝对称得上是跃马中的马王。虽然在 F1 中法拉利的令人失望从未令人失望，但是这些超跑从不被拉垮。1982年，国际汽联为 WRC 引入了3个全新组别，属于量产车的 N 组、改装量产车的 A 组与改装跑车的 B 组。其中 B 组拉力赛因其对高科技、增压技术的不设限，很快就成了奥迪、兰奇亚、保时捷、法拉利等20多家车企们的无限制格斗赛，完全就是在比谁更能氪金烧钱。离谱到了什么程度 ？N 组、A 组拉力赛对于车的产量都有严格的限制，产量至少要达到5000辆每年。为了防止堆料堆出一个性能怪兽，专门用于比赛 ，B 组同样有数量限制，少说也要是量产200辆的跑车，在此基础上才允许再改出20辆专门用于比赛。奈何部分车企不讲武德，我先造20辆的改装车，再把200辆基础跑车亏本甩卖。像兰奇亚用的就是这种套路，生而为赢。观众们也乐于见台上打得越来越精彩。在这样的军备赛下，很快就诞生了标致205、兰奇亚037、奥迪花球这种性能怪兽。保时捷推出了保时捷959应战，而法拉利的答卷则是法拉利288 GTO。这是一辆为赛道而生的车，官方名称 GTO， 意大利语 Gran Turismo Omologato 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符合赛车标准的 GT 跑车。前缀288则是铁佛斯们为区分250 GTO 加上的，其外形继承自法拉利308 GTB。把这两车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不说是非常相似，那也只能说是一模一样。最简单的分辨方法则是看车灯，288 GTO 在前格栅处新增了4个行车灯。虽然长相相似，但288 GTO 在车身外壳上首次采用了玻璃纤维、碳纤维及凯夫拉等高科技材料，做到了比308 GTB 轴距长20厘米的同时，重量却比它轻100公斤。设计师尼古拉马特拉齐将308 GTB 上的 V8 双涡轮法拉利 M2 发动机纵置于288 GTO 上，更加有利于重量的平均分布和左右动力的传输效率。1984年首次在日内瓦车展上线时，200台就以预定的方式售空。而这辆为赛道而生的战车却无缘 B 组拉力赛，与那些性能怪兽们一较高下。因为法拉利当时的跑车业务并不归其创始人恩佐法拉利管，早在1969年，法拉利还是个超跑小作坊时，就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被出售给了菲亚特。当时合约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法拉利的跑车生产业务全权交给菲亚特，而赛车部门依旧由恩佐法拉利掌控。所以当尼古拉马特拉齐提出想要让288 GTO 参加 B 组拉力赛，与同组别的保时捷959较量时，恩佐法拉利答应得很爽快。负责跑车业务的总经理欧金尼奥·阿尔扎蒂却要求只能在工作日之外的周末捣鼓这件事。很快，尼古拉马特拉齐拉起一支小队伍，制造288 GTO Evo 准备参赛。这边他们还在手搓零件，才造了6辆车。那边 B 组拉力赛越玩越大。1986年，随着兰奇亚车手贝加蒂在科西嘉岛驾驶着兰奇亚037冲出赛道，车毁人亡，B 组拉力赛最终被禁止举办。无缘赛场的288 GTO 在跑车领域焕发了第2春，后续供不应求，又加卖了72辆，这让法拉利意识到了限定车型的潜力。有些车不是卖的越多越好，本来已经开始大量生产跑车的法拉利再次开启了限定款的不归路。这么说来，本来大伙可能都人手一辆法拉利了。288 GTO 的爆火也让其他车企包括供应商们看到了小批量生产但拥有极致性能超跑们的潜力，开启了那个时代属于超跑的郁金香热。1986年，随着国际汽联取消了 B 组拉力赛，恩佐法拉利瞅着仓库里已经造好的6辆288 GTO Evo 有点发愁。此时并没有其他赛事可供他们参加。同样是为 B 组而生，隔壁保时捷959在推出后，其双涡轮增压带动的4驱最高时速可达317公里每小时。当时人们纷纷评价它是有史以来最先进也是最快的跑车。比尔盖茨和爱不释手，要是当年微软有700亿美元现金，肯定就 all in 保时捷了。这让恩佐法拉利感到了威胁。恰巧1987年也是法拉利在马拉内罗建厂的40周年大庆，恩佐法拉利又找到了尼古拉马特拉齐，对他说，让我们以我们一直在做的方式为明年庆典准备一辆车，也就是将一台超强的发动机安装在现有的底盘上，以288 GTO Evo 为原型，法拉利 F40 诞生了。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超跑之一。鼹鼠理查德·哈蒙德称它为童年的梦想之车，大猩猩杰瑞米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跑车。它开启了此后法拉利以 F 命名的辉煌，奠定了跃马在公路上的极速传说。但它也是恩佐法拉利最后的作品。法拉利 F40搭载的 F120A 发动机改造自288 GTO 上的 F114B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排量提升至了2936毫升，在转速为7000转每分钟时可输出478马的功率。配合由宾尼法尼纳重新设计的车身外壳，风阻系数仅为 0.3
1.34，粗黑的腰线随着流线型的车身延伸至车尾巨大的扰流板，带来的是极具辨识度的造型。第一眼看上去很容易将它认成是一辆赛车。大量使用碳纤维面板，让车重仅为1100千克，最高时速可达324千米每小时，超越了保时捷959，成为历史上第一辆最高车速达到320千米每小时的跑车。与超高车速相对的是，简陋到门把手只有一根木条的内饰，因为这辆车的理念就是极致的驾驶，包括方向盘助力在内的一切电子辅助驾驶系统都被舍弃。恩佐法拉利认为这会破坏人机交流的直接性，论多大的方向盘全看你自己的臂力，默认开启了死亡模式。F120A 发动机涡轮迟滞现象非常严重，突发的扭矩暴增让它一直是那批最难以驯服的跃马。F40将超跑带入了碳纤维时代，成为第一款最高车速突破320千米每小时的量产车，也是法拉利生产最多的旗舰车型。原计划只生产400辆，但由于法拉利348在初期因底盘太脆弱为车主诟病，为保证工厂的稳定运转，只得增产。在1991年停产时造了1315辆，而在 F40发售的次年，90岁高龄的恩佐法拉利逝世，一向对公路车不感兴趣的他，却在生前造出了法拉利史上最伟大也是销量最多的超跑，并以此为他的生命画下了句号。时过境迁，如今法拉利早有速度远超 F40的车型，但他依旧是跃马的精神领袖。在恩佐法拉利逝世后，妻子皮耶罗法拉利继承了法拉利公司。时间来到1995年，很快这匹跃马又将迎来自己50岁的生日。皮耶罗回到最初的原点，以法拉利建厂生产的第一辆车法拉利 125S 为灵感，用1989年的概念车法拉利神话为原型，设计出了 F50。同样，50代表了50周年庆。当然，皮耶罗并不是顶级工程师，所以选择了恩佐法拉利的老路子，将一台巨猛的发动机安装到现有的底盘上。这里就不得不细说一下这台发动机了。很多人都说 F50是当时法拉利生产的最接近 F1 赛车的公路跑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就直接取自阿兰普罗斯特于1990年7月8日在法国保罗利卡尔赛道环道赛上赢得法拉利第100次胜利的那辆法拉利641赛车。这台 V12发动机使用的气门弹簧，最高转速可达13500转每分钟。这样的高强度作业下，每次比赛结束后都要把赛车拆开维修。作为跑车，自然是不能直接使用这种发动机，所以皮埃罗将其替换为钢制弹簧，将原本的3.5升排量增大至了4.7升，最高可提供520匹马力，最高时速可达325千米每小时。在自家的菲奥拉诺的安全速度以88秒的成绩超越了 F40的91.5秒，成为当时法拉利最快的公路跑车。透过透明的发动机栅格罩，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台 F1 发动机。F50继承了 F40那种严谨而纯粹，同样完全没有转向助力、动力辅助制动与 ABS 系统，但又留有了余地。但从外表上看就精致了不少。工艺的进步让 F50可采用碳纤维一体成型整体式结构，不用再像 F40那样需要将车身分成11个部件粘在钢管上。在车身设计上 ，F50和 F40有着一致贯穿车身的腰线，一直延伸至后部高高扬起的尾翼，而来自 F1 高耸的前鼻与2个硕大的通风孔，证明着它与 F1 的血缘联系。而车主也可选择是否带有硬敞篷，在形象上更加接近于现代化跑车。法拉利那严格的购买要求也是从 F50开始的，他们根据每个地区的销售量调查得出一个数据，当年全世界愿意购买 F50的人数大约为700人，但为了保持车型的珍贵性与罕见度，就把销量设定为了购买人数的一半。由于还要留一台在法家博物馆里，因此实际可售只有349台。当年在中国台湾省的报价接近3000万台币，但就算有钱想买，也要符合以下条件：必须要有不少于2辆法拉利，必须有一定驾驶技术，必须是经理熟知的客人，还要保证在买入 F50后不能立刻转售出去。这是第一次严格意义上法拉利开始人为的限制产量。从为赛道而生的288 GTO 到极速传授的 F40，再到大量使用 F1 技术的 F50，基本上都已经符合我们对于超跑的快、扁、贵这些概念。但马王的故事还没有完结，下期视频将会介绍赌上创始人姓名的恩佐法拉利，开启超跑混动时代的拉法，买了不能上路的 F 叉叉和郭富城的爱车 F 叉叉 K。这里是3驱兄弟，我们下期再见。